当地时间4号晚间，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典礼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活动，并发表被朝中社称为历史性的讲话。他直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无限扩大，使得朝鲜核武力和核态势必须更加彻底、更加完备。新型导弹武器系统新在哪儿？如何提升朝鲜边境第一线部队战力？金正恩的讲话又有何深意？来看看报道。 在平壤举行的交接典礼上，一排排军绿色涂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整齐地停在广场上，多个大气球悬挂着“无敌制胜”的宣传条幅。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国防科学家和军工部门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平壤市内立功者等约1000人，现场见证了金正恩将朝鲜主要军工企业生产的250个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架被移交给朝鲜第一线边境部队。 金正恩表示，从此在整个前线，我们的攻击力量和打击力占压倒性的优势，可以掌握作战主动权。而且在实现火力任务空间的多元化和特殊的物理力量、战术核武器的实用化方面，也提高了时效性。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春龙在交接仪式上发表报告时也指出，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车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强大的先进战术攻击武器。分析指，通常而言，战术武器指的是能够发射低当量核武器的系统。Each of the 250 new launchers can carry 4 missiles. Which means when operated all at once,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launch 1,000 missiles. 韩联社根据现场图片分析，当天交接的武器或为近程弹道导弹火星11丁的运输起数发射车，每辆配备4个方形发射管。 시야비행 같은 경우는 핵탄두가 탑재 가능하고 재래식 탄두가 탑재되더라도 일단 폭약량이 포탄하고 상대가 안 될 정도로 많이 들어가겠죠. 对于该型武器可能会被部署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一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隔天在简报会上表示，这意味着射程不会很长，不会超过朝鲜目前最强大的短程弹道导弹。韩方认为后者射程已能超过600公里。 대남 공격용이나 위협용 다 다양한 수단으로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판단됩니다. 李成俊强调，韩国和美国军方正在密切分析朝鲜的武器发展情况。 这种导弹呢，它是车载机动发射的，应该说，从生存能力啊、机动性啊，还有这种快速反应能力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它的速度更快，而且呢，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并不高，大概只有50公里，那 韩国那边呢，要想拦截它也比较难。一个是本来100公里左右的飞行距离，它就时间很短，再加上那个弹道又不太高，所以也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个100公里左右的射程，可能听起来你觉得它比较近，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首都首尔其实离38线呢是非常近的。这100公里射程，基本上就是把首尔这个城市圈 都可以包括在内了，就是可以影响到韩国差不多1半左右的人口。对于南北双方的这种军力对比，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特别是呢，它会赋予朝鲜一方在开战之初这样一个先发制人、雷霆万钧的优势。 事实上，真正令韩国紧张的是，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朝鲜的军事力量将持续发展，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遏制敌人的一切核威胁，构建更完善、更高水平的核力量态势，以进行自卫。And since last December, many people remember that North Korea has totally changed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They quote South Korea as #1 enemy. And since then, Kim Jong-un has prepared all the war plan against South Korea. 而对于朝鲜研制、使用、部署这款新型武器的背景与目的，金正恩明确指出，目前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关系的本质和性质转化为基于核武器的军事同盟，朝鲜的周边军事安全环境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就在上月底，美日韩3国防长在日本防卫省举行会谈，并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核心要义就是共同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等区域内的挑战。而在此之前，美韩还于北约峰会期间签署联合核威慑指引。美国总统拜登当面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将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随后，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还扬言，韩国未来可能会考虑引进攻击核潜艇。金正恩指出，对话和对抗虽都能成为朝方的选项，但我们必须更为彻底地准备与美对抗。这是对过去30多年来朝美关系的总结。他还说，我们针对的美国并不是执政几年后下台的某一届政府，而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面对的敌对国实体。这一点也说明了不断增强防卫力量的必要性。多家媒体分析指，金正恩的这番话意味着，无论是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朝鲜都将致力于核武器和导弹的研发。也有分析认为，尽管金正恩言辞强硬，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朝美对话的可能性。德媒援引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车斗贤的话称，朝鲜日益激烈的言辞可能是针对美国大选，为谈判做潜在准备，尤其是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获胜的情况下。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荣誉教授高友焕则认为，金正恩此番言论可能是针对美韩将于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此前，朝鲜一直谴责美韩联合军演是入侵朝鲜的预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确实表现出想和朝鲜改善关系的意思，而且呢，他和金正恩还见过面。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和过去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在经过4年的拜登政府，其实这个对抗呢进一步的加剧了。所以从朝鲜的角度来说呢，他确实不应该对美国的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总统抱有幻想。那么他现在公开放出这个话，其实就是表明朝鲜已经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个威慑，就是提前亮明自己的态度，先呢显示出比较强硬的一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球踢给下一届美国政府，看下一届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有一些调整，哪怕是战术层面的调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典礼，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应对美韩核威胁。那半岛局势将如何演变？主持人好，金正恩出席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仪式，并且呢要把250辆导弹战车部署在南部前线，这个场面呢是比较震撼的。就像金正恩所说，新的发射装置将赋予朝鲜前线部队压倒性态势，加强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摆出如此大的阵仗，我想呢有3个原因。第一，牵制8月中旬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这一次美韩联合军演将以朝鲜半岛全面开战为背景，进行首次核作战演练。这场称作是战区级的联合军演，应对的是朝鲜的核攻击，演练美韩如何共同行动、共同作战。以往也有应对朝鲜核攻击的军演，但是都是单冲依赖美方的核保护伞，由美军单独行动。这一次韩军要直接参与。美韩军演的变化，促使朝鲜拿出大杀器针锋相对，先发制人，一下子在朝韩边境部署250辆新型导弹发射车，向美韩示威。第二，展现朝鲜核武器的机动能力。朝鲜一直强调要不断的扩大核武的机动性和阵容，来压倒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寻求射程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对韩国和美国形成双重威慑。朝鲜对美韩有了足够的核武威慑力，就可以施压美国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没必要再对朝鲜进行核制裁。第三，把朝鲜半岛问题打入美国大选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说过朝鲜问题，说他和金正恩相处很好。去年还说他要是当选总统，会考虑彻底改变对朝政策，有可能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通过提供经济奖励来促成朝鲜停止制造新的核弹。拜登当政这4年与朝鲜没有接触，只顾与韩国强化军事联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没有提及过朝鲜半岛问题，不排除朝鲜通过大阵仗的弹道导弹发射车部署来引起美国的注意，把朝核问题打入到美国大选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表达更彻底的与美韩对抗的意志和能力。对话与和解是第2位的。现在没法知道下一届美国总统就一定是特朗普。
朝鲜增加核导战力一直被人们视为在做战争准备。金正恩也曾表示，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已是既成事实。那您认为朝鲜半岛会不会突然陷入战争？朝鲜半岛局势的确很紧张，随时爆发战争不算是言过其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半岛会不会爆发战争，要看目前的紧张局势是怎样形成的。自从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以后，南北兄弟呢就逐渐翻脸了。尹锡悦不仅对朝鲜强硬，而且加强了美韩军事联盟，同样呢也在美国的撺掇下加强美日韩之间的关系。美韩的核合作也刺激朝鲜大力发展核导武器。朝鲜宣布放弃南北统一目标，拆除平壤郊外的统一门，把韩国列为朝鲜的主要敌人，都意味着半岛南北兄弟呢不仅彻底翻脸，而且当成敌人要加以消灭。另外一个因素是俄乌军事冲突加剧了朝鲜对核导武器的热衷，俄罗斯和朝鲜的密切合作也为朝鲜在核导技术升级上提供了方便。美国的阵营划分呢，同样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半岛会不会发生战争，就要从2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呢，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降温，现在看来呢是不太可能。韩国对朝鲜的敌意一样很大，规模和内容不断扩大的美韩联合军演就在加剧战争风险。另一方面呢，是外部势力的变化能不能减缓半岛爆发战争的几率。现在俄乌军事冲突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和北约对援乌抗俄有点懈怠。可以说呢，美国大选的结果和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直接的影响。如果特朗普赢了哈里斯，可能呢会和朝鲜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和交往，会减缓半岛紧张。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进一步的后退，愿意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也会让俄罗斯的盟友朝鲜松口气。当然了，朝韩双方都知道，一旦爆发战争，弄不好就是核战争，谁也不敢冒险。我个人的估计是，到今年年底前呢，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朝鲜和韩国背后站着的2个大国是俄美，都在各忙各的事儿，不想引爆新的战争，对朝鲜半岛问题呢都会比较克制。等到美国大选、俄乌冲突有点结果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呢是持续的紧张还是逐渐的缓和，就有点眉目了。